不就签了份合同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我在瑞华这么多年，你们谁拿我当人看过呀？谁给我点实权了呀？现在我在瑞华连个打扫卫生的都瞧不起，不就打了个瑞华的旗号出去装威风吗？有什么呀？你们要这破合同不承认不就得了吗？你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让瑞华给你擦屁股，这份合同我们瑞华不认，到时候他肯定会告你，你坐你的牢，跟我们没关系。坐牢？不至于吧？那你去问律师啊。妈，你看你孙子跟儿媳妇胳膊肘都往外滚，不就是份破合同吗？花点钱不就摆平了吗？你还好意思反咬一口呢？你看看，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以为人家就会轻易放弃了？他们说了，如果我们不认合同的话，还得告你强奸呢。你这个……哎呀！妈！喂，妈！哎，赶紧给医院打电话呀！快打电话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自己捅的篓子，自己解决。妈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可是你亲儿子呀！你要是不管我，我得坐牢去。坐牢就坐牢，就当我没有生过你这个儿子。阿叔，奶奶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，你就别再打扰她了。子云，咱们两个人夫妻一场，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得帮我呀！这么多年来，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我可是受够了。唉，既然你都不顾夫妻感情的话，那我干嘛要心软呀？自己的债，自己还去。阿芝，阿芝，你听我讲，阿芝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再怎么着，我是你爸爸，我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你得相信我，我一定是被人给算计了。子云，这么晚才回来，累不累？哎，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来，怎么我来替你拿包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！你在外面玩的挺好，包买了不少啊，是不是送礼的人都对你特别好，特别高兴？没有，我倒是想干点正经事，可我也插不上手，不是？你看，在公司里头都认识你穆总，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头啊？啊，我不最近也去应酬一些生意上的事儿吗？今天晚上就有一件一去的，可是我兜里没钱呢。那你说出去谈事儿，多没面儿啊！要不，穆总赞助几个？你要去玩儿，我没问题，我不拦着你去玩儿。那我不是上月刚给你了按月取的定额卡吗？你就按那儿花吧，你花够了我也没有啊。哎，穆子云，你说我好声好气跟你要点钱，你说没有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别忘了这家是我的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这地步？赶紧的把钱给我。我没钱，你有本事找你妈要去。你给不给啊？我不给。好，不给是吗？不给我自个儿拿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哎，告诉你啊，我报警了啊！你敢报警？哎，你干什么？这钱包里没钱。莫子云，别以为你现在公司里头大权在握啊，
就风光得意，谁也不放在眼里头。我告诉你，好日子没几天了。退休的老董那天跟我说，下次开董事会，他准备推荐于直进董事会。忙活半天，终究是个外人。老太太还得把公司给他亲孙子，我亲儿子。等着吧，你看到时候我怎么收拾你。既然妈是这么打算的，那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，毁了于之往上爬的捷径。这是镶嵌组的合同吧？小于总，我们的供货品质一直是有保证的，啊，我们之前呢是有些不愉快，但是在生意场上，生意归生意，小于总不会不懂吧？这个我知道，不过要想合作的话，也可以，你只要把该解释的都解释清楚，我们可以长久合作。据我所知，素金组购置了你的一批货之后，就把你晾在那儿了吧？瑞华这块肥肉吃不到嘴，很难受吧？小于总，其实这件事儿过去很久了，我确实是这个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就算了，我不勉强你。啊，哎，别！我不是有心要陷害你父亲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这两个狗男女啊，呸！对不起，我口不择言。没关系，实话实说而已。这个事情啊，是你们公司的穆总主动找到我，他把照片摆在我面前，我才知道的。穆总说，只要我愿意配合，治你父亲，然后就可以给出高于市场价格的合同，不然就把我从瑞华的供应商名单上踢出去。我当然没办法了，不得不配合他。我就让我老婆骗余光华签了那个假合同，然后要挟他。谢谢小于总，那我先走了啊，谢谢啊。你现在相信了吧？你以为是穆子云救了你，但其实是穆子云设计了一切。我早就该知道她是个心狠的女人，害人的手段伸手就来。当初是你，现在又轮到我了。早就该让她滚蛋。你知道他害我的事？对呀，就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别又想变相画骗我。你说的是不是我10岁那年家里丢宝石那件事？不是那事儿，别的事儿。编不出来了。你早知道是穆子云干的，你为什么要逃避他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？他给你什么了，让你不得不帮他呀？你今天不把这事儿说清楚，我就立马捅到奶奶！别！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也很后悔。
当初穆子云把宝石藏起来赖到你头上，我也很生气。可我正好外面欠了一大笔钱，我也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，就拿去先抵债了。等我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一切就都已经晚了。我找了这么久的答案，原来是这样。你知道穆子云是罪魁祸首，你还一样包庇他，你跟他是同谋。穆子云抓了我的小辫子，要挟我闭嘴。当初他把宝石藏起来，害得瑞华资金链断了，你奶奶气得可不轻啊！你当时还是个孩子，他不能跟你计较。可真要让你奶奶知道是我拿去抵账了，那事情可就糟糕了呀！没有不心疼儿子的老子，那件事情我也很后悔。你看这些年，我跟穆子云也没什么感情。那你去跟我向奶奶把事情说清楚，我们去把穆子云的假面揭穿，不然的话，你跟他们在我眼里没有区别。要让你奶奶知道，她能饶得了我？好啊，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把自保放低？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录音了，让奶奶听录音，跟你亲口告诉她没什么区别。儿子，你真要让我去坦白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儿子，那就像样一点，做出父亲应该做的事。别把录音给你奶奶听，我自己去说。我不是个好父亲，可我还是你爸。当着奶奶面解释一下吧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给我爸下仙人条？余冠华，你把你自己摘干净了，就给我头上抹黑是吧？怎么？用合作当筹码，逼人家跟你串供？这种事情你都做得出来？你别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雇人做假证，你怎么还敢这么嚣张你？哎，我穆子云在瑞华这么多年，我勤勤恳恳，做的执行的正。倒是你，这么多年，你做过一件靠谱的事儿吗？啊，我诬陷你，妈能相信吗？大家不相信我爸的话，那我的话呢？当年是不是你诬陷我，说我弄丢了那批红宝石？玉芝，你当年年少顽劣，你做错了事情，怎么到现在事隔这么长时间又赖到我头上来？告诉你，如果是我做错事情，我穆子云坦坦荡荡我会承认，但是如果不是我做的，谁都别想赖在我头上。我赖你头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承不承认？玉芝，我没有陷害你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是一心一意的，想让你和我成为真正的家人，但是你都不给我这个机会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要不然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？穆子云，你太会演戏了，怪不得全家人都被你骗得团团转。我要不是当事人的话，我估计也会信了你的鬼话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如果真的是我弄丢的那批红宝石，那为什么这张交易凭证会在你那儿？奶奶，
寇姐，郑师傅。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，奶奶，我找到了当年那批丢失红宝石的数据，和这个交易记录上的红宝石数据是一模一样的。妈，我揭发，当初就是他故意把红宝石给藏起来，就为了陷害阿直。我这么多年就是太懦弱了，迫于他的胁迫，不敢把真相说出来，这才让阿直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冤屈。我不是个好爸爸。你说我陷害于直，那你倒是跟妈说说呀，那批红宝石到底谁卖出去的？先陷害我儿子，现在又来陷害我。明面上你是个好媳妇，背地里却下黑手，你行啊你！那明明就是你卖的呀！为了还你的那笔烂账，害得妈卖公司股权，为公司筹钱。是，妈，我是有错，我是错在知情不报。那我也是为了保全我们的夫妻的感情，我才瞒了妈这么长时间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住手！你还打人呢你！妈，真的是他先把红宝石给藏起来，我是无意中发现的，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，我才把宝石给卖掉的。妈，是我错了，我是为了维护光华。他当时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，冲动之下卖掉公司的那些红宝石。如果我揭发他的话，说不定你会把他赶出家门，所以我才保持沉默。我没办法，我才在于之面前做了这么一个恶人。行了，穆思雨，你别再演戏了。当年指天指地发誓说不知情的人是你，现在反咬一口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也是你。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揭露出来，谁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你再装下去，人家只会更讨厌。妈，别说了，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。这个你不是一直想听于之小时候的事儿吗？啊，我说给你听。当时穆子云呐说于直拿着家里的红宝石，董事长就特别生气，就直接就把于直给弄到国外的寄宿学校了。于直当时小啊，10岁啊，哭着喊着就不去机场。董事长当时特别生气呢，就机场都没去。这对一个10岁的孩子，太残忍了吧？你不知道，这董事长实际上特别心疼于直，但是呢，他为了保全这个家，当年这么重要的一批红宝石，说是让于直扔了，我就觉得很蹊跷。我派人去调查了，知道是光华把它给卖了。妈，当初真的是他藏宝石在先，我在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，我完全不知情。够了！你卖宝石在先，还是他藏宝石在先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奶奶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还要赶我走？啊？玉芝，玉芝啊，这个家已经破碎过一次了，不能再被毁了。我的孙子没了母亲，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再失去妻子。紫云和光华结婚以后，我希望他能管好你爸爸，好好过日子。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给你送到了国外，让你去国外留学。我不希望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。玉芝，
奶奶真的一直觉得对不起你，让你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的这么多年。奶奶一直心里有愧疚，觉得对不起你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就光想着护着光华，想着只是撒一个小谎，没想到我一步错步步错，这谎就越撒越大。玉芝，对不起啊，我光想着你能帮助光华扛下这件事情，我也想着奶奶对你的疼爱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我也没想到后面会变成这个女人，没想到啊！你一句没想到就能把你的罪行都掩盖吗？你不配待在这个家里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难道你们真的要把这个家拆散吗？奶奶到这种时候了，你还要包庇他们？当年就是因为他，我才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如今你还要因为他把这个事情翻篇吗？那你把我放在哪？你把我死去的妈妈放在哪儿啊？脐带绕颈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孩子他爸呢？签字。哎，先生，我老婆生孩子，让我记一下，谢谢啊。不对啊，先生，哎，先生，看看你们家孩子。还有啊，孩子头一天就可能排便，拉出来是绿色的，不用紧张。因为孩子啊，在母亲的子宫里吃到的都是羊水，回头啊拉2次，吃了奶就正常了。哦，还有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做一个听力筛查。我们的，人呢？哎，那老太太，不会是人贩子吧？这不让进，你找谁啊？我找丁雪。哦，丁雪呀，她已经转回病房了。啊，已经生了。哦。小雪，生了。生了。孩子呢？被人抱走了。什么？孩子确定没保出医院，监护室看了，没出去呀。那老太太说是孩子的外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等一下。老爹，你看看，小雪生了个女儿。老爹，睁开眼睛看看。哎，这里面的病人什么情况啊？肝癌晚期，估计就这几天了。老爹，走吧，我们有外孙女儿了。啊，光明，老季，你们一定要把婷婷好好带大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我们一定会把婷婷带大，带好的。
915项目研究到了关键时期，马上就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。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千万不要懈怠。行，你们就不用送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你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徐老师，915项目可救了我们公司的命啊！明天想请你去冰城开个论证会。学区房的事情搞定了，您看一下协议吧。不用看了，你辛苦了。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什么事儿啊？好事儿。什么好事情啊？给你看张照片。看照片？那天跟你说好的，王老五，钻石的。哦，我告诉你，不看，不看。那程庆红早就想看，我还不给他呢。看一看，看看怎么样？60出头，但是你看人家面相，说50都有人信。人家呀是法律专家，全国好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，怎么样？动点心没？不可能。我说，这老弟你走了7、8年了，该考虑了。什么7、8年？走了才6年，6年也不短了。就你这身子骨，蹦跶20、30年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你总一个人太寂寞了吧？我有伴儿。谁呀？他，就是我的伴儿。那孩子总归是要长大的。我就是姥姥的伴，姥姥不用再找别的伴了。哎呀，把姥姥说的心里，哎呦。姥姥，我吃饱了。哦，好，吃饱了，去看动画片。好，动画片。这个孩子就是不爱喝汤，跟你小时候一样。妈，你快坐下，我们有事要跟你说。你说。你说。你的主意。我说不合适。那我说就合适了。行了，不用说，我猜都猜得到。有了，怀2胎了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没有的事儿！哎呀，你快说嘛。行，我说。啊，我跟您说这个话呀，您可沉住气稳住了，别吓着你。你像不像个大男人？这么一点事情磨磨唧唧，哎呦，太费劲了。说吧。是我跟小雪啊，我们俩准备离婚。怎么回事你？离婚这种事情你是说着玩的？你听我跟你解释嘛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光明的研究所不是跟一家医药厂合作吗？那个老板还有个房产公司，开发了个学区房，刚开盘就卖光了。但是啊，他们私下留了几套，等着升值，答应原价卖给我们1套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再买1套房子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这套房子你才买了几年？你住了几年？你要买房啊？那可是重点小学的学区房，我们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婷婷啊？为了婷婷，你别再跟我提什么离婚。唉，就算是原价也必须贷款，首套房贷款要付3成，2套房呢要付7成呢，就这7成，我们也拿不出来啊，所以只能委屈一下，去办个假离婚。也就是说，首先是为了要贷款，贷款是为了要买学区房，对，所以才需要假离婚，谁让你去干这种不着调的事情？我就说了，别跟你说。婷婷知道了呢。我怎么可能告诉婷婷啊？你要不说，她怎么会知道？反正事情我跟你说清楚了，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得抓紧办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行了啊。
喂，大小姐，都几点了才起呀你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今天婷婷要过去拍毕业照，千万不能让孩子迟到了。婷婷啊，姥姥来了，快出来吧。这光明呢？出差了，半夜接个电话，一大早早门飞机去槟城了。妈，哎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等光明回来就去办。办什么呀？文宁跟你说的事儿啊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你们昨天说的事儿我不同意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是你妈，我不是小孩了，所以不能做傻事儿。干什么去你？哎呀，我们单位讨论京津汇演的事儿，一会儿你把婷婷带回去。不是去民政局吧？光明在槟城呢，我一个人去民政局旅行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管。来，1、2、3。这次给的预算，大家都知道，就这么点钱，肯定从各方面都要精简人员。至于哪些人能参加这次进京汇演，艺委会敲定了，自然就会公布出来的。到时候没去成的，希望能体谅一下我的难处。丁雪，这次你要不帮我一个忙，发扬一下风格，让顾小曼上吧。为什么呀，团长？都是我演 A 角的，当初省里市里的调研都是我上的。是，按资历按惯例都应该你去，可团里要培养新苗子呀。我要再不给年轻人点机会，就真留不住人了。再说，顾小曼一直在团里坚持这么多年，家又在外地，她有她的困难呀。团长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什么叫顾小曼坚持了那么多年？我从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团里就一直在坚持。要说坚持，我比她的年头长。我来给介绍一下哈，这位呢就是我国法律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康有德康先生。不敢不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工作者。你好，这个呀是他的宝贝外孙女许婷婷，喊爷爷好。爷爷好。你好。哎，康先生，我想先解释一下，这大梅这个人就是特别的热情，今天我是被他生生的拽来的。不是说好了吗？就当多认识个朋友。我不能让康先生误会吧？团长，你就别安慰我了。反正这次北京我是一定要去的。我真不是安慰你，人家那个薛总上咱们这来了好几次，点着名儿就是想请你去啊。哪个薛总？就是在海城城堡演夜场的那个薛总啊。哦，这是他的名片，你可以跟他联系嘛。你说的是这个草台班子呀？你可别看这个私营演艺公司，一年能赚个几百万呢。你要是统一去，保管一个月赚几万块，跟完事了。你就别说了，说1000到1万，这次演出机会我是不会让的。好吧，好吧，你呀，让我考虑考虑。不用考虑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丁雪，哎，这个名片你先拿着，万一哪天你想通了呢？什么人？你是团长还是我是团长？咱们自己也知道啊，这上了岁数呢，人的毛病就多，很多事情你看不惯，但是你还想说，可你说了吧，就惹人家不高兴。婷婷，你看错人了，爸爸出差去，怎么可能是爸爸呀？是爸爸。在哪儿呢？那儿。啊？光明呢？出差了，昨天半夜接个电话，一大早早门飞机去槟城了。哪儿呢？是婷婷她爸爸吗？梅姥姥，那是我爸爸，刚刚坐车走了。要不然我打个电话直接问问吧。给谁呀？许光明啊。打电话怎么说？告诉他，
你看见他跟一个小妖精从酒店里出来了，你想想后果。你要是跟他们说了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就你们丁雪那火爆脾气呀，把他们2个就毁了，明白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，看见了，就装作没看见？对，就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回来啦！啊，梅阿姨，我妈呢？回家取点东西，让我看着婷婷。来，快进来，换鞋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妈咪回来啦！妈咪回来了，下面起风了，我过来找件衣服给她。那是书房，婷婷房间在这儿。啊，我找你们卧室的。徐老师，就这儿。这么快啊？梦竹啊，我还是不明白。你看你大学这些年，带过你的老师不少，我既不是你的班主任，又不是你的毕业论文导师，这种好事儿，为什么落在我头上呢？因为您在我的心中与众不同。喂？对，在酒店呢。哪儿的酒店？当然是滨城的酒店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算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哦，行。我明天就回来了。好。哎。滨城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土特产，所以回来啥也没带。但是呢，我给婷婷买了一个礼物。婷婷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来，给她起个名字吧。她叫萌萌，她是我妹妹。哎呦，好，那就叫萌萌。事办得顺利吗？顺利，其实就是10分钟的事儿，很快就解决了。那怎么不早回来？啊，本来是想昨天晚上回来的，但是他们老总啊，非留我们在那儿吃饭。本来说今天还要请，我说家里边有事儿，就提前回来了。爸爸，昨天我看见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不会吧？姥姥也看见了，可姥姥非说我看错了。真的啊？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坐久了可能脚有点麻。妈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什么，妈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回去睡一会儿。不舒服，那你上楼。我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就是个糊涂蛋。你把话说清楚了，我怎么了？你就是个糊涂蛋。你今天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？对，我脑子出问题了。
名其妙。回来了。婷婷睡了。啊，来，妈今天怎么了？不知道呀，莫名其妙的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更年期没更完呢？啊，对了，你见了那边老总，他们怎么说的？房子的事情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说好的事情怎么会有变化呢？行，那我们下午就去民政局吧。结婚证呢？你是不是拿走了？我没动。那上哪儿去了？前2天我还看见了。会不会是妈拿走了？有可能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为什么我妈会生气。她就是不想让我们去办假离婚。这证啊，一定是她拿走的。跟她怎么说都说不明白，她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？那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拿回来啊！哎呀，我说这个丁雪，帮我晾2件衣服，到现在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妈，你先坐，你别着急。那婷婷，你帮姥姥点吧，肉排。好。当当当当当。婷婷，哎，婷婷。哎呦喂，你妈那个大小姐，她干的那个活，清都没清干净，就这么晾起来。哎呀！你们的离婚协议书太简单了，教育费、抚养费的分担都是原则上的，没有具体金额，还有婚前财产的认定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知道存在的风险。我们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麻烦你抓紧办吧。爸爸妈妈，婷婷。妈，怎么？你们已经是进去，把你们的结婚证给我换回来。妈，你干嘛呀你啊？别急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要听，进去把那个结婚证给我换回来。你以为过家家呢？这个结婚证人家收回去就作废了，拿回来也没用。你说的好，你以为过家家呢？那好啊，进去，马上去办复婚手续。哎呀，妈，你干什么啊？我们刚办完离婚手续出来，现在进去，人家以为我们存心捣乱呢。你脑子是不是糊涂了你啊？妈，干什么呀，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过去！我才是不要你管！小雪，妈，这样咱先回去，行吗？来，婷婷，妈，咱先回去。走，快！妈，别生气了，你先喝点水。婷婷，你先到屋里去玩会儿，爸爸跟姥姥说点事儿啊，快去。
乖乖去吧，把姥姥的包拿进去。妈，你这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？我跟小雪我们就是假离婚，这不是之前都跟您说过了的吗？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吗？除了担心我们，不会是因为我出差的事儿吧？那一天我跟婷婷在宾馆里看到的，那个人真的是你呀？是。怎么回事？是这样吗？那天呢，我本来真的是要出差的，可是去的路上呢，我们才得到消息，对方的老板去了上海，临时有变，所以我们就到酒店去跟他开那个电话会议。那个女的呢？那个女的，她就是他们公司在这边负责人。他们公司在那个酒店包了一个房间，作为他们在这边的联络处。妈，我们可真的是单纯的工作关系。回来为什么不说？妈，小雪的脾气你不比我清楚，她太敏感了，性子又急。万一我要跟她说了我去出差没去成，那她还不知道怎么想。再说我跟一个女的去了酒店，那她要知道了更是不依不饶。如果真那样的话，我就是有100张嘴，我也说不清楚啊。光明啊，我不愿意听到家里面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小雪脾气臭、强势，我知道。这些年让你在家里受尽了委屈，我也知道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心里是爱你的。再说，你们2个有个婷婷。我知道，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出任何问题。你在家还坐得住呀？你怎么不去找我呢？那个时候做好妈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应该给我打个电话。我打了呀，你关机了。我后来开机了。我长那么大，我妈还从来没打过我。妈不是也替你着急吗？你别往心里去。反正什么都按你的主意办完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骗我。我骗你什么呀？本身你嫁给我这样一个从乡下来的人就是上当了，你现在人都嫁给我了，还有什么能上当的？反正你不能骗我。好了好了，放心，不会骗你的。你们单位真是的，买房子不给大产权，孩子上学还得办居住证明。你呀，赶紧把咱们的学区房搞定，听见没？行了，那你去吧。哎，你不跟我一块去吗？我今天单位还得开个会，今天啊，正好能碰到他们公司的人。我想可以的话，就赶紧把那个购房合同给拿回来。这事儿咱们得抓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哦，那我走了啊。啊。您好，行，居住证明办好了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洗手间在哪里？出门往右走。谢谢。好，那天酒店的事儿，你姑爷解释清楚了。嗯。啊，那他怎么说？光明说，那个女的本来就是冰城那边的一个经理。那一天，她临时取消了一个什么出差计划，留在这儿开一个什么网络会议。不管开什么会，应该是在办公室开，跑酒店开什么会呀？许光明说，联络处就设在酒店里头。妈妈，耶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才跟梅阿姨说什么呢？我俩没说什么，真的没说什么，真的没说什么。
婷婷啊，你告诉妈妈，那天姥姥带你出去玩，你说你看到爸爸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姥姥也看见了。姥姥说那不是，偏说我看错了。那你觉得你看错了吗？我没看错，就是爸爸。爸爸和一个阿姨在一起。妈，哎，你从小教育我做人要诚实，不能撒谎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是婷婷在撒谎，还是你在撒谎？你这孩子气性太大，听阿姨给你解释。丁雪，我不想听。你就是生气也得搞清楚什么原因，搞清楚生气的对象吧。你妈不跟你说是为你好，她不跟我说，倒跟您说了是吗？我不是帮她分析吗？啊，那你们分析的结果就是什么也别告诉我，把我当成瞎子聋子，眼睁睁的看着我跟许光明去民政局离婚。哎呀，你叫我怎么说嘛，丁雪？不知道怎么说，那您就别说了。我们家的事儿您别管了，行吗？丁雪。讲得真好。可是我捡到临床的时候，我看你皱眉头了。我怕我们等不及啊。可是临床试验是必须的。可是时间要是那么久的话，我们根本等不起啊。等得起等不起都得等，这是国家的规定。这事情是可以变通的吧？没什么好变通的，这是药物，这是要进入到人的身体内部了，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。可药它也是商品啊。就算是商品，它也是特殊商品。看看合同。啊，这是那个身份证复印件。你要写你老婆的名字啊？啊，写谁都不一样。可是现在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呀，那写谁的名字可真的就是不一样啊。一样。哦，好。行行行，哎，谢谢。那以后再过来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慢走啊。哎，小姐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想买房，你们那个学区房叠翠上城还有吗？很抱歉，您也知道，我们这个是市重点的学区房，开盘没几天就已经卖光了。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公司其他的楼盘吗？我听说你们内部留了几套房子没卖。没有，我们所有的房源都是公开销售的，您可以查的。哦，那你帮我查查，3号楼2单元403室卖了没有？哦，已经卖了，已经付了定金了。什么时候卖的？多少钱啊？上个月，价格是每平方23400，总价是243万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许光明，许光明，许光明呢？这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一直说许光明老实，他在外面找小三儿，拿买房子骗我离婚，你说他是不是混蛋啊？当初我怎么劝你的？别去办什么假离婚，你不听啊！这我还得问你呢。他在外面有小三儿了，你不告诉我，还非说婷婷看错了，还帮着他欺负我，你还打我。你先坐下。孩子啊，我打你是因为你太糊涂。这两口子的关系呢，就像这一杯水。婚姻是这个杯子，感情是这里边的水。感情再好，没有这个杯子，那这杯水洒了。今天你们手里拿的2个小红本儿，就是这个杯子。有了这个杯子，你们才是夫妻，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在一起过日子。可我跟许光明，连杯子带水都没了。我去售楼处刚刚问过了，人家整个楼盘都卖光了，一套都没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他就是骗我离婚，在外面有人了。
许光明，你给我来这套是吧？偷听。是我让他在里头躲一会儿的。妈不让我出来，就是怕咱俩吵架。可是你这么说，我实在听不下去。许光明，你是不是有小三了？什么小三儿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妈跟婷婷都看见了，你跟小三在一起。这事儿我跟咱妈都已经解释过了。现在我跟你再说一遍，那个女的，她是我们单位合作公司在这边的负责人。我们那天去酒店是临时改变了行程，去跟他们老总开电话会议，回去解决问题，忙到半夜，我根本就回不来。当时很多人呢，不信你一个人去问。我光明正大，我干干净净。干干净净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不告诉你，我是怕你瞎想。因为你根本就不老实。行了，坐下来。你们是需要心平气和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妈，不是我不想讲清楚，之前我也跟您说了，可是你也看见了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他不相信我，这是关键。比如说这次，我只要跟你说没去成，回家必然是这种。你会问，你不是去槟城出差吗？怎么又没去了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现在又蹦出来个什么小三儿？因为你可疑啊。你有完没完？没完，我就是没完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不讲理，我跟你就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许光明，你就是居心不良。我居心不良？我居心不良，咱俩现在都离婚了，我还在这儿费什么时间跟你废什么话？承认吧，承认吧，你就是拿买房子骗我离婚的，你承不承认？丁雪，我告诉你，咱俩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事儿也没骗过你。你要再像这样胡搅蛮缠、不讲道理，我看咱俩不如就真的离了算了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许光明，你混蛋！你无耻流氓！你这个大骗子！你要是不要我了，你直接就是说，你不让我听听，我会缠着你吗？拿买房子骗我，什么便宜的学区房？你这个大骗子！这是合同，就等着你签字呢。你看看是谁的名字？我骗你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告诉你，丁雪，我看咱俩也差不多就到这儿了，你不可理喻。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赶走！我怎么不敢走啊？你走，给我试试，我试试。我现在连走的权利都没了，我就走，我偏走。许光明，你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你回来！疯子！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翻天了！以前唯唯诺诺全是装的，骗子！就是个疯子你！我怎么了？你是我亲妈妈，许光明耍无赖，他骗了我，你不骂他，你怎么骂我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的亲妈，我才敢在这儿骂你。你什么时候给我改改你那个臭脾气啊？啊，遇到什么事情啊，火冒三丈，拍桌子给我打板凳的，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在这儿坐着呢。他许光明，他是一个男人，是你的丈夫，你给他一点脸面好不好？这些年来，什么事情他一让再让，你呀就是得寸进尺。怎么全是我的错呀？哎，今天吃饭了没有？吃过了，姥姥今天给我做虾吃了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多吃点啊？把鞋换了，去洗个手。嗯。许光明，等房贷办下来，你还打算去复婚吗？这取决于你。什么叫取决于我呀？不管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。是，你怕过谁呀？怕也就只有别人怕你的份儿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骨气了？我有骨气，我一个乡下人，攀上你这个高枝儿，连我爸妈现在都不敢来看孩子。你不仅有骨气了，还长能耐了，把我妈说的团团转，到处都向着你。这叫公道自在人心，孰是孰非，所有人心里都有数。行了行了，我说不过你。反正
到时候复不复婚随你，我丁雪绝对不会勉强你的。终止合作？他们施仁药业怎么能这样啊？这眼看着就要进入临床了，他们怎么能说撤就撤呢？撤就撤。家有梧桐树啊，不怕招不来金凤凰。哎，史密特知道吗？知道，全球10大药企之一。怎么了？实话告诉你啊，他们呢非常想跟咱们合作，而且啊条件诱惑得多。所长，王明啊，你不当家呀，不知道柴米贵。史密特公司开的价钱和条件，那都很不错的。这是我的项目，我不同意这么干。王明啊，虽然这项目是你研发的，可经费呢那是所里提供的。准确的说，这个项目应该是所里的。常香红29票，王炳顺15票，齐淑兰47票。恭喜齐淑兰！慢着，齐淑兰的家呀，没有资格拿这个奖。常阿姨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要是这个奖只颁给老齐的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可是大伙儿也说了，这是五好家庭奖。老齐，你自己说说，你们家配得这个奖吗？常向红，瞎起什么哄啊？哼，大梅，你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着？诸位，齐淑兰的女儿和她女婿离婚了，散伙了。别听他瞎说，这家都没了，还拿什么五好家庭奖？哎呦，简直把大牙都笑掉了！胡说！我爸爸妈妈根本就没离婚。哎呦，你小孩子家家的知道什么呀？不信，问你姥姥。你胡说！哎，这孩子